一入口那个非常强烈的，像那种奶酪爆米花的香。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面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干式熟成牛排？就我自己以前吃过14天的干式熟成，但是没想到西雅图有一家餐厅有121天干式熟成的牛排，我就真的特别好奇它吃起来是什么风味的。因为离开门时间还早嘛，我们就想先去吃一碗拉面。本来想在吃牛排之前简单吃个日本拉面，但是结果要排队，而且等很久，所以就临时改道去吃了另外一家以前没吃过的。这家也是主打博多风格的豚骨拉面。姜，这个是西味子，蒜片。哦。闻着怎么样？可以。闻着就还可以，没有波多黎新社那么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在豚骨拉面里面放新鲜鸭的蒜泥，真的特别好吃。但前提一定要是新鲜鸭的蒜泥。还行，但是没那么臭。我觉得没有波多。太硬了，我喜欢那种。但这家给的是那种预制蒜泥，然后汤底我觉得也是有点科技与狠活的嫌疑。这个蒜和这种青蒜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上次自己压蒜不太一样。你这个加了多油，它变成味噌拉面的味道了。它有点类似于碱水面的那种口感，但是它又是在像是那种泡面的那种就是样子。我们是约了餐厅刚开门的时间就去的。这家的牛排菜单非常有意思，是每天写在一块黑板上的，然后每天的部位和数量都不一样，而且是先到先得制，卖完即止。然后我们非常幸运的抢到了当天唯一一块的121天干式熟成牛排。每周都会送个餐前小食，然后我们除了牛排还点了他们家的牛肉干和薯片。它是用 shank 做的 beef jerky， 好像还有一种小时候吃的这个绿藻干的味道。哇，滚烫哦。好硬。我觉得它烟熏味已经超过了牛肉本身的味道了，整体调味蛮重的，还比较偏咸。有点辣。刚刚吃到有一块上面是有咖啡味的，它那个抹料不是很均匀，有咖啡味的好绝。而且我刚刚吃那块有点肥，就很好吃。好咸好甜。就是那个糖浆芝麻的味，它是介于那个乐事和那种 kettle chip 之间的那种，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硬，但是又不会磕牙，然后又蛮松脆的那种感觉。他点了一杯之前从来没有喝过的叫 Shrub 的饮料，我先喝啊。先喝吧。酸吗？这真的是喝醋的感觉。不过有一说一啊，我觉得他们家前菜2个都有点太咸了，像是盐不要钱一样。Denver, our ranch extended dry cut, and our long way for you. Okay. Butter is over here. This is going to be our nori. Then we have our anchovy. Over here is going to be our bone marrow with herbs, and then our preserved lemon brown butter for you. 先看 ranch 吧。它有股很重的坚果香气。爆米花味。有点像那个 cheddar cheese 的爆米花。它很血啊。我想试一下他们的 nori butter。nori 接受不了。我觉得他nori没做好。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好好吃，这个 lemon 好特别，像吃那种甜品，就是那个 lemon pancake 那种感觉，柠檬黄蛋糕。它看上去是那种比较干、比较瘦的部位。煎的很好，对，它吃起来有点像果冻的那种。脆的它有点。它纤维感蛮，就是它不是那种很紧密的组织，但是不老，也不柴。然后是单味儿烧，谢谢阿宝。这个口感就是跟我们之前的感受一样，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果冻感。我觉得风味上来说没有那么，也没有不像就是120几天能够明显感受到就是风味的不一样。但是它这一块我觉得有种很鲜甜的味道，而且它接近边缘，我吃到稍微肥一点的部位就是会有一点点那种，反正就是那种胶质感、胶质的口感。这3块我都挺喜欢的，就各有各的特色，没有哪块说是还有我让它臊香的菜的。就我觉得他们家酱汁虽然做的很好吃，但是如果跟牛排一起吃的话，一定是会把牛排本身的香味给抢掉的。比如说这3种每个都是就是风味很鲜明的那种。罗梅尔还好，它里面有香料味很重。That's it. Do you see anything in parentheses? 非常好吃。这块它本身不是比较瘦嘛，但它我觉得它可能是跟熟成有关，熟成之后把肉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瘦。我觉得可能我们点什么很瘦的什么 tricep 这种部位，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我觉得能把肥的牛的部位的牛排做好不是本事，但是能把瘦的牛排煎好其实是需要一点功力的。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他们家甚至把超酷的熟成式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了。我觉得刚刚那家牛排店虽然很多人说有点踩雷，但是我们让他们把那个黄油放在边上，然后只吃牛排原味的话，我觉得算是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干式熟成牛肉它不仅质地吃起来不一样，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126天是吧，还121天，126天那个确实吃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觉得算是人生中爱吃东西的人，爱吃牛排或者是爱吃美食的人体验一下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据我所知，好像很少有店会做这么长时间熟成的牛排，因为干式熟成牛排它损耗实在太大了嘛，也不是这么多人爱吃，就是它毕竟它是有一些 earthy flavor 在里面的。尤其是那个120天，它那个牛排最边上的部位，一入口那个非常强烈的像那种奶酪爆米花的香味，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属于你这辈子吃过一次可能之后就忘不掉的味道。就是21天的也很好吃，就是你可以吃到一些平时你会觉得比较瘦的牛肉的部位，然后你发现它做了熟成之后，它的风味和它的口感会变得跟平时不太一样。哎，就反正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在西雅图最近新发现的一家我们很喜欢的酒吧，就是比较接近于东南亚那边那种调酒风格。我们之前已经去过一次了，因为我们在西雅图虽然试了几家名声比较大的酒吧，然后发现美式调酒我们真的就爱不起来。然后上次试了这家之后就觉得他们家真的做的还很不错，所以今天打算去2刷一下。这家店是开在西雅图很有名的一家越南河粉店楼上的。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喝过6还是7杯他们家的特调了，所以这次想把剩下的都刷完。上次在他们家喝了一杯 tofu martini， 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就它里面会放一点芝麻油，然后整体喝起来会有点点像在吃白斩鸡的感觉。他们做了 cream brulee 的处理。真的是烧的耶。Which whiskey did you use? What one? Some Japanese. UI. Yeah, okay. Yeah, I know it. 就是它喝起来就是有一种那种像是黄酒的那种
对，黄酒那种酱香的那种甜感，你知道吗？就花椒那种 style 的那种味道，但是我没有太感受到咸蛋黄的原我很难评，上面是特别甜，下面又特别苦。It reminds me of 板蓝根。现在好了，稍微融合一点，而且它甜味其实没有很盖过酒下面调的那个味道，反而是它那个苦味被盖过去了。就那个男的，我上次喝的几款酒都是喝到后面它味道还是一样的，但是你看现在这杯酒它已经味道已经散了，它 sherry 味道刚刚开始出来了。看这视频。酒，但是是好喝的甜酒，就是甜感是比较重的，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做的味道很融合，它那个薄荷的味道就是类似于薄荷清凉感是哪来的？芦荟吗？芦荟酒。还是有一点点淡淡米香的，但是它闻着是有那个椰奶香气，但其实喝起来椰奶的主导的味道不太重。一般椰奶在里面很容易，它其实椰奶就是上面那个 foam 的那个绵密感。我知道，因为它还有点苦艾酒来 balance 它这个甜味。掉下去了。我没有喝太出来土克拉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它酒体本身的 flavor 有点被掩盖过去了，就是它作为一个鸡尾酒，它不像他们家其他的酒单，他们的酒它能在风味展现的同时，能把酒本身的味道给凸显出来，但这杯其实没有。是我们被调酒师送了一杯他们它的特调，它里面就是放了香港那种咸柠气门那种咸柠檬，然后里面放了那个甘蔗汁，然后放了龙舌兰。我们跟他们说，就是这喝起来非常像香港的咸柠七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杯其实是受启发于他是黎巴嫩的人，然后他说他们当地是把这种咸柠檬会放在雪碧里面，对，他会放干柠檬，然后放雪碧，就是其实喝起来就是跟香港的咸柠七非常类似，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这家酒吧，我真的觉得就很棒，就他们家调酒，尤其是那个男的调酒师调出来调酒就叫什么名字来着？唯一缺点就是酒单比较短，然后你可以看他们家酒架上面，就是那个酒的选择不是很多，就是可能你如果跟他 request 你要喝什么比较基础款的调酒，他可能没办法给你做。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